你有没有突然昏倒过？成年男性会经历的3件事 ：M 型秃、O 型秃、头顶秃。套一句俗话说：“我变强，却也秃了。”拔爆吗？你是不是常发现你的头发已经不是长在头上，而是散落在家中的地板上，像杂草一样？大家好，我是朱医师，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雄性秃。雄性秃分成7期，前面的3期这是属于轻度的雄性秃。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发际线变高了、上移了，前额的头发变细了，你的刘海也再也留不起来。但是别担心，轻度的雄性秃有很多治疗的选择。那轻度的雄性秃的话，我们治疗的策略其实不是说你来就是要赶紧手术，这时候治疗的策略应该是说避免过早进入手术。对于轻度的雄性秃，我们会建议尽早开始药物的治疗，使用非那雄胺以及外用米洛生发水，维持你现有的发量，然后保持你自然的外观。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手术的话，可能可以用一些小规模的手术，精致的修饰你的发际线。男生来做发际线的手术，大家的诉求就是要浓密、要厚，他希望刘海是厚的。那女生的话，诉求是需要到非常自然，她不希望让人家觉得说我的前面的发际线是一看就知道这个跟天生的不一样，他希望是做到粗的头发、细的头发这个细致的排列，一看就好像是天生就是像这样子的。所以女生的发际线的手术，相对于男生的发际线手术，其实难度还在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在这边的话，长期都是经营在这个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应该是蛮有把握的。这是一个保守的策略，但是可以长期保有你的头发，像我一样。我戴这样子比较像是那个吧，黑悟空。都说10男9秃，10秃9富。在中度的雄性秃，你的发际线已经不是轻微的后退，而是节节败退。挺突然的，前额的 M 型秃加上头顶 O 型，落发的范围正蚕食鲸吞着我们的头顶，健康的毛囊已经大量的减少。这时候我们应该考虑更全面的策略，我们需要精心策划植发手术的每一个毛囊以及每一个步骤，一开始都会先搭配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因为这些药物治疗的话，其实是可以救回来你的头顶的头发很多，治疗个5个月、6个月，看一下药物的治疗到底能够让你的头发能够回来多少。那你能够回来多，恭喜你，你需要手术的范围就会小得多。那即使是回来不多，我们还是都有很多的方式，其实可以达到你视觉上外观自然。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使用的话可能是 FUE 或者说有些人是 FUT， 也有可能是 T+1 的技术，同时会搭配 PRP 来促进毛囊的存活率。基本上透过这些技术的话，你恢复中度的雄性秃通常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对于已经聪明绝顶、落发非常严重的发友们，你们一定会想，我的落发问题这么严重，还有救吗？那如果说是重度的雄性秃，其实有很多病人他就已经是半放弃的状态，放着不管，进入到重度的雄性秃，所以他其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求诊。但实际上我自己的经验，其实如果说你的后枕部条件还不错，那这个阶段如果说是手术的话，我们会使用 FUT 加 FUE 合并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同时可能还要加上体毛移植来增量。公安会不知道，听起来很疯狂，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胡子啦、胸毛，因为你的面积太大了，材料越多，能够涵盖的范围会越大，可以达到视觉效果会更明显。所以这个是一个全面性的治疗，透过手术、透过医疗管理、透过头皮微染色的技术，我们还是可以让你重拾自信，改变非常大。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喜欢做巨量的植发手术。那在我的案例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大量的 case， 那他们也达到很大的外观上的改善。每个人在术后9个月、1年之后，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感觉到他们心里的那种开心以及
及自信。不想要20岁的年纪，却有着30、40岁的气质。M 型雄性秃与 O 型的头顶秃会是在光明顶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仍有方法让你重拾自信。快来找我，你想有法，我有办法。